来吧，出来。终于猜到了。不过，好不容易再见到我，你就这种态度。我们熟悉彼此，没必要那么客气。而且你过去向我打招呼的方式，也不是很友善吧？雷之律者，又或者我自身的圣痕意志。你倒是还不算蠢的彻头彻尾。这反倒要感谢圣痕计划给我带来的见闻了。毕竟，以圣痕计划的运作机理来说，他们能够唤醒的人格相当有限。虽然父亲偶然提起过，他之所以同意将征服宝石植入我的体内，是出于某种原因，不得不用这种方式救我的命。但因为你就那样自然而然地出现了，连我自己都以为回荡在体内的另一个声音属于律者，却没有意识到，在那之前，我先成为了某种残缺不全，甚至自我伤害的圣痕觉醒者，没错吧？而你，恰恰就是那种病症无害化之后的产物。哼，愚蠢的一厢情愿。那件事也可以很简单，你妈妈的癌症不幸遗传给了你，仅此而已。你和我了解到的其他律者人格都有很大不同。我们没有什么足以让一个人精神分裂的过往，而且，既然是律者人格，你的固执为什么只体现在奇安娜身上？比起你来，10只律者都显得凶神恶煞了许多。可别会错意，那不过是看不惯你的软弱无能罢了。再说，你不也认识了一个艾莉西亚吗？你和艾莉西亚恐怕还是有很大区别。虽然相处了那么长时间，但归根结底，我从未真正了解你。反过来，你也一样。哼，说什么鬼话！翅膀硬了，敢和我叫板了？如果你了解，你就不会用那么奇怪的手段来向我打招呼。那些重写人生的想象，不但毫无逻辑，也证明你根本不了解我，更不了解奇安娜，以至于我不禁猜测，在羽化之后，你的确一度消亡。因此，当圣痕计划将你再现的时候，你只继承了我的知识，却没有收获与之相应的感动。一派胡言！拍着你自己的胸脯，你能说你自己不想要那些东西吗？能。我将力量，将一切都交给你，我是为了什么？为了奇安娜。正因为如此，圣痕计划给我们的那些才根本不够格。你困惑，因为你还不够了解奇安娜。一个人的性格，就是他的命运。你可以试着从正面去理解这句话的含义。比如说，面对所谓的末日，奇安娜只会做出一种选择，用自己的力量去阻止它到来。这无关乎结果，这是一种人生态度。那只因为你太过无能，因为自己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就眼睁睁看着对方为此牺牲，再辩称说对方生性如此。你真是懦弱到无可救药。看来你真是睡得太久了，以至于今时今日，我们之间更懦弱的一个，反而是你。在来到这里之前，我见到了一位朋友，他以失败者的面目来到我的面前，似乎以自己作为反例，试图向我强调，任何类型的爱，它们都不是一种机械的理念，而是一种基于尊重的理解。但实话说，他不过是多此一举。如果直到今天我连这一点都没有学到，那么回到奇安娜身边，
反而是一种错误。而你展现那些无法实现的可能，不论动机如何，从结果上都是在轻视基安娜的人格，也是在折辱艾莉西亚曾为我展现的一切。哼，这种口气，你走在了英杰的老路上，还在为此洋洋自得？谈不上自得，但这又有何不可呢？在离开那里之后，我就已经反复思考过了。比起意志，我反而是在力量的层面上更接近他们。既然如此，我把自己定位为他们的学生又有何不可？愚蠢，软弱。老师已经是失败者，学生又能如何？先不论英杰们到底是不是失败者，即使是事业的失败者，就一定会在人格上误人子弟吗？世界这么大，与命运的角度，大多数人都仅仅只是过程罢了。在我看来，和英杰们一样，我要做的不是越俎代庖，而是尽己所能做到自己的最好。至于究竟谁是那个为命运写下句号的人，并不重要，并不重要。你明明就认为基安娜才是写下句号的那个人，不是认为，而是现实。无论从哪种方面来看，她都最合适。你已经完全不打算阻止她了吗？哪怕会因此而失去她，失去一切。我当然会尽力不让那种事发生，但这也肯定不是裹足不前的理由。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而只要直面问题，就一定要承担风险。没有人能只凭区区一声呐喊就突然做到自己能力之外的事，而我什么都做不到，也同样不是一个人可以逃避问题的理由。对我来说，基安娜的确仍是世界的原点，但正因为如此，比起我所抑郁的人生，她所抑郁的人生才更加重要。你为我所展现的那种未来，那只是你个人的一个属于弱者的幸福而已。基安娜，她早已今非昔比，成为了一个强者，我也一样。你应该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的承诺吧？当然没有，比起这个世界，你更重要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又怎么可以随便定义对方的人生？如果不能让对方抵达对他来说更好的状态，那我们的一切努力不反而是一种莫大的嘲讽吗？即便危机重重，即便荆棘满地，即便危机重重，即便荆棘满地，我会用自己的方式做到最好，尽全力帮助他化险为夷。哼，好吧，你可能说得对，我或许就是个喜欢虚张声势、裹足不前的存在。不过，也正因为如此，雷电牙医，我们需要一次真正的了结。真正的了结吗？好啊，那就如你所愿。